不知道喜欢看古装玄幻剧的小伙伴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自从2018年的香蜜沉沉烬如霜播放量大火之后，再往后2019年的江夜、陈希元以及2020年的琉璃、且听凤鸣，还有2021年的真人版斗罗大陆、千古绝尘，在播放量和好评率方面都是不及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瞧瞧这数据，相当于2018年一部香蜜的播放量等于后来3年国内大型古装玄幻剧播放量的总和还要多那么一点，这是何其的怪哉现象，因为没道理一年的数据不如一年呢，很明显是有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当小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终于发现了香蜜沉沉烬如霜之后再也没有与之相匹敌的来者的原因了。然后是关于同质化严重，例如最开始胡歌主演的《仙剑奇侠传3》就是以这种模式开的头，然后2017年杨幂主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沿袭了《仙剑奇侠传》的路数，再到了2018年的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时候，导演更是将几生几世的套路给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由于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的各种剧情、人物、声音和音乐都已经几乎做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因此导致了后来的琉璃跟千古绝尘播放出来的时候，观众们就出现了严重的审美疲劳。因为除了演员和剧情内容的不同之外，这两部剧在其他方面根本就没有太多的突破，而这也正是后来的几部电视剧在播放量以及好评率方面远远不及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最主要原因。换言之，古装玄幻剧急需要新的方向、新的构思，因为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已经发展的触摸到了天花板，再也无法寸进一步，因此革新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不然的话，之后的古装玄幻剧也依然不会超过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播放量的。